友情提示：它被誉为岛国最离奇的惊悚片。据说当时拍摄该片时发生了一起骇人的灵异事件。有工作人员表示，当时所有的录音设备都变得异常，就连导演也一度想终止拍摄。而影片的导演正是大名鼎鼎的中田秀夫，曾经名誉世界的《午夜凶铃》就是出自他的执导。但是这个故事属实太过精彩了，导演还是硬着头皮将它拍完了。它就是2013年上映的黑百合小区，取材自一个吃人小区的传说。影片开始，恐怖片女主天花板怂姐搬到了这栋黑百合小区，现在的她还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。然而刚住下的第一晚，怂姐就察觉到了这房子的异样，隔壁经常传出忐忑的声音，聒噪的怂姐根本睡不着觉。可是这声音又不太像人能发出来的。比噪音更诡异的是，怂姐的父母自从搬进了小区，好像进入了循环一样，他们每天早晨一定会说一样的台词。怂姐都在想为什么不能换一句早安的话呢？好歹以前不是这样啊。直到怂姐上学时跟同学谈到搬进黑百合小区后，才察觉到了一丝端倪。同学表示，黑百合小区是这附近有名的凶宅搬进去的人很快就会变得神志不清，在里面会听到各种杂音，而且还有可能见到小区的调调。知道真相的怂姐可吓坏了，年纪轻轻的住什么凶宅于是他准备将这件事告诉父母，让他们尽快搬家才行。然而就在怂姐刚到小区时，他就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的人。然而怂姐此刻还没有认出这个小孩的真实身份，看着他人畜无害，还想和他做朋友呢。原来这个小孩叫小天蝎，生活在401。怂姐听到401，顿时震惊了。401不正是怂姐的隔壁吗？难道晚上忐忑的声音是眼前小天蝎发出来的？听着声音不太像就在怂姐和小天蝎见了第一面后，她成功的忘记了要把凶宅的事告诉父母，而是当晚还做了一个真实的噩梦。她梦见自己出现在车祸现场，差点被撞死了。然而这时她被隔壁的噪音惊醒，有了白天的小天蝎的相识这次怂姐敢大胆的去隔壁查看了。她透过门缝向内看去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鬼影，吓得怂姐一激灵这隔壁住的不会是一个调调吧？那白天的小天蝎岂不是人呢？这下让怂姐赶紧通知父母，然而父母就像被蛊惑了一样，完全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，还一直说怂姐多虑了，搬到新家出现这种忧虑很正常吗？怂姐本以为父母终于不再像前几天一样说同样的话了，然而这一段解释完毕后，父母竟然又开始说起了重复的台词。怂姐怀疑父母现在已经遭受到了凶宅的诅咒。然而正当怂姐准备去上学时，再次让怂姐看到了惊恐的一幕，隔壁401的大门竟然打开了。怂姐上次被里面的鬼影吓得不行，这次她非要进去一探究竟。只见这房间里竟然有一道血迹，正当怂姐好奇的去触摸血迹时，房间内再次传来那个忐忑的声音，吓得怂姐心里直打颤呢。然而正当她准备离开时，身后竟然站了一个十分可疑的人清洁工死死地盯着怂姐，紧接着给怂姐讲了一个秘密，就像交代后事一样这个小区曾经发生灵异事件，而且灵异事件的源头正是401房间的小天蝎。他提醒怂姐千万不要招惹小天蝎，否则清洁工下次来打扫卫生时可就是清理怂姐的尸体了。然而最可怕的是怂姐这几天已经和小天蝎扯上了该死的朋友关系。等到了晚上，怂姐又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警察告知怂姐，小天蝎在3天前就已经死了，死于心脏麻痹。听到这些，怂姐很是震惊可是前2天怂姐明明见到了小天蝎，难道见到的是小天蝎的鬼魂不成这下彻底弄得怂姐魂不守舍了，总担心小天蝎的鬼魂会过来纠缠，因为清洁工说过不能和小天蝎有任何纠缠。可是等到次日，怂姐做兼职时，她还是碰到了灵异事件。就在她抱起患者时，耳畔突然传来了小天蝎的声音，你很快就死翘翘啦！吓得怂姐一把推开了患者，她此时就像中邪一样，再也摆脱不了小天蝎的折磨了。等她逃回家中，还发现家人竟然全部失踪了。怂姐此时想起了清洁工的警告，不要招惹小天蝎，吓得赶紧给清洁工打电话求助然而就在这时，小天蝎的声音再次传来，你会死的，你会死的！吓得怂姐直接扔掉了电话，她再也不敢和小天蝎纠缠了，她只想求小天蝎放过自己。于是她缓缓走进小天蝎的家中401。然而此时的401早已不是白天401那么安静了，怂姐竟然见到了一个佝偻的老调调。老调调缓缓起身，也不知道他和小天蝎是啥关系反正是把怂姐真的给吓怂了。怂姐不停的道歉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招惹小天蝎，放过我和我的家人吧。只见老调调缓缓靠近，下一秒怂姐直接吓晕了过去。然而等到怂姐再次苏醒时，已经过去了18个小时了，最后还是被饿醒的。醒来的怂姐第一件事就是去找清洁工帮忙清洁工带来了一个驱魔师，开始帮助怂姐驱邪。
驱魔师将手按在墙上，心中默念嘎嘎伊嘎斯，驱魔仪式正式开始了。最后，驱魔师感知到了一切，他告诉身边的松姐，闹鬼的原因是因为当年小天蝎藏在了垃圾箱内，只是为了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后来有人将小天蝎连同垃圾箱一起焚烧了。最后，小天蝎的亡魂一直在附近游荡。临走时，驱魔师提醒松姐千万不要请小天蝎的亡魂进入家门，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，吊吊是无法进入人类的房间的，只有在人类的邀请下才能进入。但吊吊的可怕之处在于，他会以朋友的身份诱惑人类，邀请他们进门。紧接着，驱魔师准备给松姐的家中做法，建立一道驱魔屏障，避免吊吊的进入。然而，正当驱魔师做法时，吊吊竟然变成了女人模样，他开始诱惑松姐的好友清洁工。清洁工激动地把女人邀请进门，成功的将吊吊放了进来。下一秒，吊吊开始大开杀戒了，迅速击杀了驱魔师团队。随后，吊吊为了报答清洁工的邀请之恩，直接将他扔进了火炉内，生生的将清洁工烤死了。自从清洁工和驱魔师死后松姐整个人精神崩溃，直接疯掉了。直到他的亲人把他接走治疗时，松姐嘴里还不停的嘟囔着爸妈哪儿去了，爸妈哪儿去了。这时候，松姐的亲人拿出一封档案，原来松姐的父母早就死了，死于一场车祸之中。后来神志不清的松姐搬到黑百合小区后，在这里看到的都是父母的亡魂，因为亡魂每天都会重复死亡前发生的情景，所以松姐才会看到父母每天都会说一样的话。在凶宅住了不到半月，时常发生的闹鬼事件，最终还是被松姐的同学言中，搬进去的人很快会变成疯子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凶宅险恶呀，不行就撤呀。跟着阿松走鬼步，电影一点儿不恐怖。Goodbye everyone。